呀吼，我是次次，欢迎来到次次废话研究所。我的研究所主要就是用我的废话来跟大家聊废话，聊聊我作画时候的流程、做法还有思考方式，希望对有在画图或结尾的人有点帮助。喜欢或有兴趣的话，也欢迎点赞和订阅这个频道哦。那么呢，今天这支影片就要来讲讲今年1月画的这张委托图。这次的委托主题是彩虹伊恩的 Cloud Chroma 的生日贺图。委托人已经有先准备好构图，基本上把他想要的元素物件、动作表情都想好了。看起来我能插手的地方不多，不过委托人对背景没有太多叙述，视角也是比较简单的平视，这些就是我可以大展身手的地方了。首先就来借助 CSP 的 3D 功能，快速的把委托人确定要的人物和物件建立起来。这边我先大致摆好动作跟站立的角度，之后才慢慢找合适的背景设计。因为是在室内，有高级沙发，人物也是华丽的西装款式，所以我尽量找豪华欧式类型的物件，像是柜子、拱形结构这些都很好用哦。从草稿和目前的角度来看，人物左后方会比较空旷，所以这边就要特别想能填充画面的设计，可以从2个方向思考：一、引导线，用书柜、梁柱、植物等等设计，引导观众目光到人物身上；二、明度或色调对比，用对比，像是前暗后亮、前暖后冷这样的对比，凸显想要的主体。2个可以同时应用，也可以只用一种。再回到这张图来看，考虑到场景在室内，希望房间是明亮的，所以我试着放窗户在后面。窗外会是明亮的自然光，所以会是整张图相对亮的地方，就可以和我前面的人物呈现对比。垂直的梁柱也刚好在人物头部附近，符合上面2种引导视觉的方式。我也习惯用个格子物件铺在地板上，当做地板线的参考。确定好背景之后，就会开始调整镜头，找到我认为最好的取景角度。调整的时候，可能还会需要重新调一些物件的位置。我喜欢把镜头稍微倾斜一点，这样看起来构图会比较活泼不死板。通常大概倾斜10度以内就可以了。确定好之后，就可以开始画草图咯。通常给委托人确认的草稿，我会简单上个色，确定色调和光影。配合前面说的明暗对比，窗户就是保持亮，白色沙发也维持亮，人物就让它偏暗，只在照光面切出亮光。上完固有色之后，我会用图层混合模式或是色调补偿图层调整。用额外的图层调整色调会比较省事，后续要修改不用整个重画。通常我是用色彩增值压一片阴影后，用绿色涂层打光，最后用色彩平衡、色阶等调整整体的色调。不过有些时候还是需要靠自己的色感和经验，直接画上想要的颜色。有机会再来分享这一部分。最后生出了2种构图和色调，现在来比较一下这2张的差异。左边以人物为主，色调是一般的暖色系，比较直朴明亮的感觉。右边镜头拉比较远，色调走黄、暗面、粉紫、亮面这样的配色对比，会有种低调奢华的感觉，像杂志封面图一样。因为委托角色主要的色系是黄色和紫色，可以看到这2张草图，就算以暖色调为主，我也会尽可能塞一些紫色。除了可以避免用色太过单一，也可以凸显角色的代表色。最后委托人选择左边这款。接下来就是照着草图设计持续细化，中间看情况调整修改。通常在正式收尾前，我不会一口气把某个东西直接画到100%完成，而是每个东西跳来跳去画个50-60%左右，确保图的完整性，避免太专注在某样东西，结果画完发现和其他东西不合，或是画完了委托人想要修改，这样会很想撞墙，相信我。画的时候尽量保持原先做的明暗对比，可以不时缩小图来看，偶尔休息一下再抬头看看，可以模拟图上传时大家第一眼看到的印象。画到这边差不多就是我要开始收尾的时候，我会开始把所有东西更加细化，并且把每个物件轮廓、边线都整理好。最后我的地板怎样画都觉得阴影画得不是很好，而且觉得有点空，所以就铺上黑色方块的样式。画委托的时候多少会遇到不那么上手的地方，这时候可以运用一些技巧来避免大家一眼就看到那些缺点。像是直接用前景的物件遮挡，
或者像这次的例子，我用一个花样来让阴影的形状变得没有那么明显，同时可以增加空间和透视感，丰富画面。最后再稍微加工，加上一些我喜欢的彩虹光，图就完成咯。现在来比较看看草稿和最后成品吧。左上角因为很空，所以加了吊灯，也增加了空间感。改变最大的应该是背影拱形顶部的颜色，我改成了紫色。从小图来看，可以看到这样的配色更显眼，也可以避免色调太过单一。但因为多了一大块紫色，原本草图上2处淡淡的紫色我就擦掉，避免紫色变太多，整体色调走歪。以上就是这张委托图基本过程的解析和分享。其实还有很多细节可以说，但我觉得网络上已经有蛮多教人怎么画东西。这个单元我想以流程和思考方式为主要，分享一张图绘制时可以思考尝试的东西，希望这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未来废话研究所也会努力产出更多内容，喜欢的话也欢迎大家多多按赞和分享这个影片频道哦。那么下次见，拜拜。